家好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说一说气血差、例假量少的问题。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例假推迟、推拇指的方法，就是例假下不来的时候，推一推至乌穴，那例假很快就来了。但是今年夏天的时候，就有位粉丝朋友说，自己20岁的女儿，那例假平时特别少，还推迟了2个月，那他就给孩子推了至乌穴。为什么就没有效果呢？他就非常的着急，想让孩子呢赶紧正常的来例假。那沟通之后呢，我就了解到这个姑娘是平时气血不太好，有贫血的问题，还非常的怕冷。我就告诉这位粉丝朋友，气血差的时候，身体会首先把气血供应到更加重要的器官，比如说心脏、大脑，那就没有多余的气血让你通过例假给排出来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呢，是要把气血给补上来，而不是说着急马上要把例假给催下来。之后呢，这位粉丝就转变了想法，开始耐心的给姑娘补气血，连续有1个多月的时间之后他就非常高兴的跟我说，那孩子的例假来得很好，能够正常的来例假了。很多女性朋友呢都有这种气血差、例假量少的问题。之前跟大家讲过喝姜枣茶、红糖桂圆煮鸡蛋这2种方法。今天呢，再跟大家介绍一个红糖木耳汤的方法，也是非常好的。那下面呢，大家来跟我一起看一下做法。红糖炖木耳，咱们需要准备的最主要的材料就是100克的泡发的木耳。这里的100克呢，指的是泡发后的木耳，您可不能拿太多的这个100克的干木耳直接去泡，那样会泡出来一大盆，吃不完的。好，那木耳的话呢，大家泡发之后会感觉到它非常的厚，对吧？有很多的胶质。同时呢，如果您的木耳比较大的话，我建议大家还是把它先切一下。那有的木耳呢就比较小，就不用再切了。像我这个呢就稍微有点大，接下来把它切一下。木耳切好之后，我们再准备适量的红糖。那我这里呢是这个老式的红糖，是方块的，大家用这种散的红糖也是可以的啊。用一个小炖锅，如果您有那种隔水炖的小锅呀，就更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把木耳，咱们刚刚切好的木耳，还有1块红糖，好，一起放进去，就这样就可以开始慢慢的炖了。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炖上1个小时。木耳红糖水现在就炖好了炖了有1个小时的时间。但是木耳呢，它不会像银耳那样炖出来很多胶质，把汤炖得很粘稠，那木耳是不会的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吃木耳，然后把红糖水也喝掉。红糖木耳汤做起来并不复杂，很简单，但是关键是大家要坚持，起码要坚持1个月的时间。因为你的身体被损耗成这样，它不是1天2天的原因，不能说3、5天就给它补回来了。所以不管是姜枣茶还是红糖木耳，大家就把它们当成我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就好了。经常喝对女性的身体非常有好处。那今天这个补气血的方法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。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，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再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。